大家好，我是小林家美食。今天给大家分享南瓜最好的储存方法，这样煮出的南瓜甜度增加了10倍，储存时间特别的长，就算是把南瓜切开，也可以保存上2个月的。南瓜是很多家庭经常会买的食物，因为南瓜的吃法比较多，无论是炒菜吃、煮粥吃、烙饼吃、做南瓜面包，都可以食用的，就连很多小宝宝的辅食也很多的地方用到南瓜的，经常给宝宝做一些南瓜面包、南瓜菠萝豆、南瓜小饼、南瓜汁都具有很好的营养价值的，所以平时的时候呢，会买很多的南瓜回家，因为南瓜呢都是卖一个大个的，一般商家不会切开。那么一个大个的南瓜买回家之后呢，一天根本吃不完的，要分好几次才就能吃完。虽然说南瓜整体不容易坏掉，而且耐储存，但是切开之后，如果短时间不吃的话，就会坏掉的，而且切口的位置会发霉，就连带别的位置也会发霉腐坏的，并且有的朋友因为这个原因，特意去买那种个头比较小的南瓜，但往往各种比较的南瓜呢，是不甜的，口感也不嫩，不好吃，不适合煮粥制作辅食的呀。因为很多朋友们都喜欢南瓜的香甜，而且味道因为是甜味儿，不需要放糖，制作出来的美食呢，真的是微微的甜，很好吃的，就连小朋友们也比较爱吃。所以这个时候就要考虑了，一定要买大的南瓜、甜的南瓜、软的南瓜。今天给大家整理了几个小妙招，可以储存切开南瓜的方法，大家可以学一下的。首先像我这样，我把南瓜的外皮清洗干净，南瓜外皮有一些杂质、细菌、蜡质的。我们可以用钢丝球刷一刷刷干净。冰雪南瓜生长在土地上，有很多的泥土的脏东西也很多，一定要洗干净。如果不洗干净的话，我们切开的时候会有一些泥土脏东西，让它拿回来裹肉里面，这样会影响到南瓜的保存时间。南瓜洗干净之后，我们用干净的厨房纸巾把南瓜表面的水分全部擦干。如果不赶时间的话，也可以自然风干的。南瓜擦干净之后，放到一旁备用。接下来，我们把切南瓜的刀也稍微的处理一下。先烧开一壶热水，我们把刀放到盆子里面，又开始把刀烫一烫。这样烫过后的目的是为了去除刀片上的细菌和微生物的，这样切好的南瓜不会被污染的，而且容易储存。刀掏好之后，再用厨房纸巾把刀上面的水分全部擦干，一点水分也不要，有的也可以自然晾干，都是可以的。下面就可以切南瓜了。一般情况，我们会把南瓜对半切开，或者每次吃多少切多少的呀，这里根据大家的习惯来定就可以了。南瓜个头比较大的，切的时候有一些吃力，大家要小心一些的。很多朋友们切开南瓜的下一步，往往习惯性的把南瓜里面的籽全部去除刮干净。但这里呢，一定不要这样做的，因为在刮南瓜瓤的时候，会破坏南瓜里面的表面，形成很多的伤痕。这样一来，南瓜就会不断的出水，从而加快南瓜腐坏的速度。所以平时的时候切南瓜，我们需要把用的南瓜放到一旁处理一下，不用南瓜呢，我们就放在旁边就可以了，一动不要动，这样有利于南瓜的保存时间。所以南瓜瓤一定不要去除它。下面我们接着看，我们需要往南瓜的切面撒上一些食盐，用手慢慢的摊开，像这样把盐涂抹好之后，表层呢有一层薄薄的食盐就可以了，不要太多了。
食盐能够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，用食盐通过南瓜的切口处，可以防止细菌侵入南瓜里面，从而防止南瓜腐坏变巨大。然后在南瓜的表面盖上一张保鲜膜，我们把切口处包裹起来，再套上一根皮筋固定住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用皮筋固定住，不怕保存的过程中保鲜膜会脱落的，也可以让一些微生物没有了可乘之机。记住不要南瓜里面了，像这样放到冰箱冷藏保存就可以了。这样保存的南瓜营养也不会流失，水分也不会流失，口感也没有影响的，像刚买回来的一样，非常的鲜，水分比较足的。这样保存南瓜要比直接把南瓜放到冰箱保存效果会更好的。我们准备吃南瓜的时候，可以把切口处的位置给去掉，因为这一部分呢涂了盐，有一点咸味儿。这一部分可以用来炒着吃，剩下部分呢可以放心的食用了，既新鲜又好吃又美味，营养也不流失。我们再往下看，再给大家分享另一个方法。首先把南瓜同样的方法处理一下，南瓜洗干净哦，然后刀也用热水烫一烫，都分别擦干。但是这个方法呢就不用撒盐了。我们准备几张纸巾，一定要是干净的，或者厨房纸巾，把南瓜的切口处盖上哦。南瓜切口处盖上纸巾之后，然后我们用皮筋给它固定起来，防止保存的过程中保鲜膜脱落，这样就处理好了。厨房纸巾有很好的吸水性，可以吸收掉南瓜切口处渗出来的汁水，使切口处保持干燥。可以使南瓜和切口处保持空气隔绝，防止南瓜腐坏变巨大。然后呢，通的地方就可以啦，一定不能用太阳暴晒的这个方法保存，比较适合不喜欢用冰箱的朋友们，用这个方法保存。南瓜放半个月也不会坏掉的，吃的时候依然是比较新鲜的呀，营养也不会流失，特别的好吃。如果家里面有宝宝的，有孕妇的，一般都不会把吃一半的东西放到冰箱保存，因为冰箱里面的食物呢是很多的，会产生很多的细菌的。这种细菌呢会对人体产生一种危害，特别是家里面有孕妇小朋友们的，不喜欢用冰箱保存南瓜的朋友们，可以试试这个方法，保存半个月1个月不成问题的。冰箱南瓜放的时间越长越甜。好了，家人朋友们，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南瓜保存的方法，你们都学会了吗？这2种方法都是比较简单实用的，